我大概在30岁左右就诊断出来高血压了。我30岁左右体重并不是很畸形的肥胖啊。当时我去看医生呢，检查完了以后，他们告诉我说我的高血压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当时我听了这个名词以后，我丝毫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慢慢的我才明白原发性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听听看这3个字啊，原发性啊，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就有的，原来就有，他找不到原因，他无法解释，所以呢，他说这个叫做原发性。他发现了我是原发性了以后呢，他就不会再去找理由了。从此以后，他就管理你的血压了，他就不再去管理血压上升的原因了，不再管理了。他可能会跟你说少吃一点盐，他可能会跟你说你应该多运动，可能会跟你说注意体重不要太重，可是他不会再到底层去考虑血压上升的原因了。可是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我们长年累月吃高糖饮食的人呢，我们身体几乎每一个细胞所需要的能量，它都在燃烧葡萄糖。我们按照器官的重量来说，脑部消耗的最厉害，但是我们身体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是我们的肌肉，我们肌肉的量远远超过了脑啊。大多数的人听到肌肉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啊，长在我们骨头上的肌肉叫做骨骼肌。我一举手一投足就是我的骨骼肌在控制的。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种肌肉叫做平滑肌，我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平滑肌是什么。我们身体里面啊，只要是有管状的地方，管状的像水管管状的周围啊，大多数时候就会有一圈平滑肌。我举个例子，食道是管状的，我们吃东西喝水要从食道到胃里，食道表面就有平滑肌。你吃东西或者是你喝水吃下去了以后，它如何经过食道进到我们的胃里面去？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会以为说地心引力嘛。那我请问你啊，那些表演倒立的人呢，他一边倒立还可以一边喝水，他那个水是怎么进去的？不是地心引力让它下去的，是我们食物经过我们咽喉里面，喉咙里面有一个地方叫会咽呢，在会咽的前面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舌头，喉咙里面有肌肉去顶它，过了会咽以后，我们口腔里面的肌肉就控制不了它了，就交给我们食道的平滑肌。平滑肌在管道里面一收缩一放松的时候，你的管道就会蠕动啊。所以平滑肌的工作帮助我们食道里面的食物往下走啊，它推着食物往下走。所以我们的食道是管道，我们的肠道也是管道，我们的小肠，我们的大肠的周围都有平滑肌，所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被消化在小肠里面会被平滑肌推着往前走，到了大肠里面继续推着往前走，到最后变成粪便以后排出来，这通通都是有平滑肌的工作。还有一个地方有平滑肌，我们整个血管的周圈有平滑肌，我们动脉血管的平滑肌比静脉血管的平滑肌要厚，它的工作能力要强大一些。吃高糖饮食的人听清楚了，所有的肌肉它的工作都是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的。如果你的肌肉细胞要保持收缩放松这个运动模式的话，它时时刻刻是需要有能量的。那么吃高糖饮食的人，他时时刻刻他都是需要有葡萄糖的存在的，他才能够正常工作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把平滑肌拿出来？我讲到我的血压问题了。血压是哪里来的？一个人身体的血液的总重量啊，大约是我们体重的1/13啊。那么这么多血液的量，在我们身体里面多长时间可以循环一次呢？大约1分钟循环一次啊。我们的血管不是很粗很粗的，不是你们家洗澡间的水管这么粗的，这么多的血液1分钟要循环一次，你可以想象这个血液在我们血管里面的动作是非常迅速的。血压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般人的认知，血管的血液往前流就要依赖我们心脏的跳动，心脏每一次收缩，血液就往外走，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把血往外送。那心脏一收缩，血往外一泵，我们血管就会膨胀，那个时候压力就会变大。心脏放松的时候，我们血管就会放松，那时候我们的血管的压力就会变小，高压跟低压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我们的身体呢就利用了这个心脏的跳动，然后制造这个压力，促使我们的血液往前流啊。可是慢一点，这样不够啊，因为我们身体的血管的长度总长度非常的长啊，你离我们心脏越远的地方压力就越小。你家里面如果离自来水的供压站很远的话，你水龙头打开来，水的压力很小了。我们人的身体一样的，离心脏越远的地方压力就越小啊。那我们身体是如何维持血液能够在1分钟内循环一次？平滑肌的工作，血管的平滑肌不断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平滑肌会蠕动的，帮助我们的血液往前送。所以这个平滑肌帮助我们身体的血液往前送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啊。而我们血液每1分钟可以循环一次，是我们身体刚性的需求啊，每1分钟循环一次。好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吃高糖饮食的人的一个特点，你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了葡萄糖，葡萄糖要制造能量，要到细胞里面去，在线粒体里面制造能量，在细胞的外面，葡萄糖是不能够提供能量的。
所以我们把碳水化合物吃到肚子里面以后，我们的胃消化完了以后吸收了以后送到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肝脏迅速的把它转化成葡萄糖，就送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了。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就开始上升了。血糖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肝脏把葡萄糖制造好了以后送到血管里面去了。那么这些血糖呢，它应该去哪里呢？它应该透过我们的血管呢送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给我们身体制造能量去了。但是我们的细胞呢是受控制的，我们每一个细胞有一个细胞膜，细胞是我们身体最神圣的地方，所以每一个细胞膜它负责的工作非常严谨的，什么东西允许进去，什么东西不允许进去，什么东西允许出来，什么东西不允许出来，全部都受到严格的管控的。葡萄糖是不可以自由进到任何细胞里面去的。细胞膜的表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胰岛素的受体。胰岛素的受体呢，就好像细胞膜上面的一个门锁。这个锁呢，旁边呢就是我们葡萄糖的通道。葡萄糖的通道在细胞膜上面，这个门平时都是关着的。当这个门是关着的时候，葡萄糖是进不到细胞里面去的。受体这个锁在旁边，钥匙是谁？钥匙就是胰岛素。当我们血糖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开始制造胰岛素了。那么胰岛素到了我们细胞膜，胰岛素跟受体相结合的时候，这个钥匙插到钥匙孔里面去了，旁边葡萄糖的门就打开了。这个时候葡萄糖就可以顺利的进到细胞里面去了。我们身体几乎所有的细胞都是这么工作的。所以你每一次吃下去了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吃完一顿饭以后，碳水化合物转变成了葡萄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去了。所以呢，你刚刚吃完饭的时候，你看你的血糖会升高，然后过了1-2个小时以后，你的血糖慢慢就下降了，就是进到细胞里面去了。进到细胞里面去，离开血管了，血糖就下降了，降到一个正常程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葡萄糖的门呢就关上了。葡萄糖门关上了以后呢，胰岛素呢慢慢的，胰岛素离开我们系统的速度就比较慢，需要几个小时，胰岛素才会慢慢的离开我们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平时吃了碳水化合物以后，血糖跟胰岛素的工作机制就是这样的。这跟我们的平滑肌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滑肌所需要的能量就是这样进去的。我们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透过胰岛素把这个门打开，然后葡萄糖才能够进到平滑肌的细胞里面去提供能量。那么平滑肌的细胞有了足够的能量以后，它才能够正常的蠕动，我们身体血液的循环才能够配合心脏的跳动，才能够正常的顺利的每1分钟循环一次。现在有个问题，人的身体啊本身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特性，什么特性呢？适应，英文叫做 adaptation， 适应啊。人的身体适应性非常的强，你到天冷的地方你可以活得很好，你到天热的地方你也可以活得很好。那是从细胞层面来说，我们身体的细胞是有适应能力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走到一个厕所里面去，厕所味道很重，你进去了，在这个厕所里面待了1分钟以后，你不大闻得到那个味道了，因为你鼻子里面的细胞啊适应了。抽香烟的人越抽越多，因为你身体的细胞适应了尼古丁，它需要更多，它才能够满足。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适应的能力。当我们在一个高糖饮食的环境里面，我们身体的细胞在一个高葡萄糖和高胰岛素的环境，你吃的葡萄糖越多，你身体就制造越多的胰岛素，你吃的次数越多，你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就越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细胞会逐渐的适应了高胰岛素的状态。当细胞适应了高胰岛素的状态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给它比较少量的胰岛素，这个门就打不开了。那门打不开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的血糖就会再上升一点，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因为门没开嘛，门没有开，血糖稍微上升一点，那么我们身体知道了血糖升高了，就在制造更多一点的胰岛素，胰岛素比较多一点的，它门又开了，葡萄糖又可以顺利的进去了。可是呢，你的身体就维持在一个比较高胰岛素的状态下，才能够正常的输送能量啊。时间久了，你天天吃这么高糖饮食以后，它又适应了。这个时候呢，你血糖又开始升高了，血糖更高了以后，你身体又制造更多的胰岛素，门又开了。整个的适应的过程，使得你的身体逐渐的在制造更多的胰岛素。你饮食里面糖的量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可是你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却逐渐的在增加。这个就是简单的叫做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简单的解释。你的身体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了，意思就是说你的细胞开始抵抗，对胰岛素产生抵抗，你需要比较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完成原来少一点胰岛素可以做到的工作，所以你身体制造胰岛素的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这个东西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细胞不会有感觉的，可是时间久了以后，你的胰岛素抵抗越来越厉害。那么胰岛素抵抗厉害的含义是什么？
含义是每一次你血液里面的糖啊，一定要升到相当高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才会有胰岛素出来处理的。没有升不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个胰岛素来不了啊。少量的胰岛素没有办法促使细胞把门打开，所以需要比较高的血糖才会有比较高的胰岛素，这个时候门才会打得开。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胰岛素抵抗越厉害，你的平滑肌的细胞就经常可能得不到能量啊，因为细胞的门不打开，它能量就进不来啊。所以在你的胰岛素抵抗逐渐的变得严重的时候，你的平滑肌得不到能量的时间呢，就会越来越多呀，葡萄糖进不去啊。当你的平滑肌得不到足够多的能量的时候，你的平滑肌的工作就受到限制了。所以原本你的血管蠕动是非常强劲有力的，可是它得不到能量的时候，你血管的蠕动可能就变得很微弱，很没有力气了。光靠我们的心脏的工作，我们血液维持1分钟循环一次就有困难了，所以这是我们血液循环的速度受到限制了。当我们血液流动的速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来讲，维持血液正常循环的速度是刚性的需求的。当这个速度下降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很紧急的状态了，这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做出反应的。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种压力，那我们身体应付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呢？制造肾上腺素啊，我们身体就会制造肾上腺素。我们身体会出现什么反应呢？第一个，我们有可能心跳会提高速度，提高心率啊。第二个，提高血管里面的压力啊，因为完成1分钟循环一次是刚性的需求啊。这个时候你的血压就会上升啊，透过提高血管的压力，满足1分钟循环一次的需求啊。各位，这个时候血压的上升跟胰岛素抵抗的关系是直接的。而胰岛素抵抗的来源是太多的胰岛素，而太多的胰岛素的来源是太多的糖啊。而这种现象，太多糖的饮食仅仅是现代人才有的问题啊！各位周围去看一看，周围去打听打听，原发性高血压的人数非常多，找不到任何原因啊！这仅仅是我给各位解释胰岛素抵抗带来的其中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平滑肌不能够好好工作，你所有身体里面的管道都可能出问题啊，因为它的蠕动都可能出问题啊。所以呢，它还会影响什么呢？它可以影响你胆管的正常工作。我们的胆管呢，还有胰腺的胰管呢，是负责输送胆汁跟胰汁的。如果你的胆管不能够正常蠕动，你的胆管不能够正常的输送你身体的胆汁跟胰汁，会影响你的消化。现在有多少人跟你抱怨说他消化不好？如果你的平滑肌不能够很好的工作，你的小肠不能够正常的蠕动，你吃进去的食物它要在你的小肠长度非常的长，在你的小肠里面慢慢走慢慢走，然后呢在挪动的过程当中输送营养啊。所以小肠如果输送蠕动不好的话，你的营养的吸收也受到问题了。等到食物经过小肠到了大肠了，大肠里面如果大肠蠕动不好的话，会发生什么结果？会发生便秘啊！你们仔细看一看，现在有多少人为这些事情受到困扰啊？我有一次听一个美国的一个专家，专门研究这个题目的专家，他们要研究病人的病例，然后呢活的病人还有去世的病人，他研究了几万个病例啊，病例可以显示他生前有没有被诊断出什么毛病，解剖完了以后他可以去对照，解剖完了以后说他身体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在他病例里面其实是并没有的，是解剖以后才发现的。根据他的研究，他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大约75%的人身体是有胰岛素抵抗的，75%，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这个数据，你去任何地方找，你能够找到最大的数据大概50%，50%已经非常惊人了。而胰岛素抵抗带来的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胰岛素抵抗带来最普遍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去叙述，叫做代谢综合症。在英文有的人叫它叫做 X syndrome，X syndrome 其实就是 metabolic syndrome， 代谢综合症。代谢综合症比较简单的定义啊，如果你的血压超过了85/130，这是其中一个，超过85/130你就要打个勾了，它有可能是代谢综合症的结果，有可能打个勾。如果说你的空腹血糖超过5.6了，你再打一个勾，空腹血糖5.6。如果说你身上都不胖，就是肚子鼓得大大的，你再打一个勾，腹型肥胖。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演讲，怎么知道你有胰岛素抵抗？他说很简单啊，你面对一座墙走过去，慢慢的走过去，如果你的肚子先碰到墙了，他说你胰岛素抵抗了，这么厉害，腹型肥胖，你再打个勾。如果你去验血，你的甘油三酯超过了1.7，你再打个勾。如果你去验血，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男性的低于1.0，女性的低于1.3，你再打一个勾。上述讲的这些东西，只要你有2项甚至于3项，你就可以确定你自己是有代谢综合症。而代谢综合症最主要的来源，胰岛素抵抗。
绝大多数的代谢综合症都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而代谢综合症它后面可以演变出来的慢性毛病啊，非常非常的普遍，大约是所有慢性病里面大概占到了80%啊，这是非常惊人的百分比啊。代谢综合症或者是胰岛素抵抗，它最底层的对我们身体其实最厉害的威胁是什么？它种种的各种的不健康的因素都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压力，压力叫什么？叫氧化应激啊，它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啊开始严重的下降，所以我们身体的慢性病啊就会越来越复杂。我不是医生啊，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太多跟疾病有关的问题，可是我请大家去关注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症和慢性病的关系。胰岛素抵抗的源头是我们身体里面太多的胰岛素，太多胰岛素的源头是什么？是我们饮食里面有太多的糖。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哪一个年代的饮食是最极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高糖饮食是我们饮食最极端的一个年代。